哎，小明，哎，皮叔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哦对，我爸今晚是不是要把小薇给卖了呀？看你说的，那怎么叫卖呢？那叫转会。那小薇以后就不会在这唱歌了是吧？这次啊，是你爸做给丽娜看的，是个局。你放心，小薇不会走。哎，什么局啊？哎，皮叔，你给我讲讲。你看，你爸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信任过哪个人。这不，拿签约的事儿，来试一下小薇忠诚不忠诚。哎，那你不知道我爸改遗嘱的事，不会也是想试试我吧？什么遗嘱？哦，难道连自己的儿子也试一下？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哎，妮娜小姐，一起喝一杯吧。对不起，雷总，她怀孕了，不能喝酒。我让马小刚切个水果，半天切不过来。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刀给我。哦，对了，上次没用完的荧光棒呢？在里边桌上。二位稍坐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就是打算立遗嘱，把钱都留给妮娜妒忌你那个孩子。你听谁说的？我今天早上去你公司了，听到你秘书和律师在讨论这事儿。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瞎问啊！你现在有本事靠女人来骗老子的钱了，你就没把我当成你爸，有什么脸来问遗嘱的事儿？什么意思啊？丽娜都跟我说了，说你天天缠着她要钱。你什么你？那是他主动给我的。那还不是看在你是我儿子的面子上吗？你问他要，他敢不给吗？我什么我？就算是他主动给你的，那你开公司创业的事儿怎么解释？他都跟你说了，找我要钱，说你开公司创业，好，结果你拿着钱去跟你的狐朋狗友花天酒地。你果然是我的好儿子，连我都敢骗。爸，你被他给骗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生孩子就是为了讹走你的钱。怎么了？你这个臭屁，跟我爸够臭。你骗不了我，你骗不了我。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没事吧？没事儿。给我滚！等我谈完生意再收拾你。那停电的时候你在哪？我一直在原地，听到马小刚说可能是跳闸了，我就跑过去看一下。合上电闸之后，就发现我爸倒在地上，所以立刻跑去检查。哎呦，我真的不是凶手，我爸他已经改了遗嘱，我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到。这个时候杀死他，岂不是把所有的财产都拱手让给了那个贱女人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丽娜杀了你爸？肯定是他。我爸一死，他就是最大的获益人。我亲眼看到他手里拿着刀。刀给我。但是根据你们大家的描述，案发当时他一直在红旗的身边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去拉电闸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造成跳闸。什么办法？厨房有一个微波炉，最近有点问题，只要一开必定会跳闸。之前他就为了热点东西吃，把整个酒吧弄黑了一次。但是停电的时候，
他并不在厨房啊。微波炉有定时开启的功能，而且他之前一直闹着要吃水果，等了半天没来之后，他就自己进了厨房，而且立刻把王小刚给赶了出来。等我和我爸谈完事情之后，他都还没出来，也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厨房干了啥呀。看来可以通过微波炉来控制停电。所以正是洪小明说的是真的。我在现场检查了脚印，其他人的脚印都在红旗尸体的附近，而只有洪小明的脚印的线路很清晰，从电闸到这儿只移动了一次。就是查看尸体那次。对，所以他不可能在拉下电闸之后过来杀死他，再回去拉回电闸。这样的话，得需要3次。终于轮到我了。看来你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从你的表情，我都可以猜到洪小明他跟你们说什么了。确实，我是为了钱才去接近了洪旗。在得知洪小明不是洪旗亲生儿子之后，我也是想用怀孕来挤走他。可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我犯法了吗？再说了，我这也是为了老洪好。他那个败家的儿子，且不说是不是亲生的，他就是一个寄生虫、吸血鬼。这种儿子还是早点跟他断了关系的好，不是吗？你也确实做到了。只要红旗一死，他的钱就全部到你手上了。没那么简单。洪旗是一个小气而又细心的男人，在孩子出生之前，在确定这个骨肉是他的之前，他是不会签字的，遗嘱也不会生效。你们仔细看过遗嘱了吗？洪旗签字了吗？你到厨房去的时候，都干了些什么？你是说那个微波炉？那要这么说的话，马小刚也有嫌疑了。洪哥，不就是签个约吗？干嘛要清场呢？我不想太吵了，我想让小薇安静的思考，是否要签约。那洪哥，要不我也出去？你留下来，一会儿帮我们调酒，把电拿走。我让马小刚切个水果，半天切不过来，我去看一下。马小刚，你干嘛呢你？啊？我让你切个水果，你半天都切不好。去，我来。马小刚，哎，刀给我。除了洪小明坐在后面，这些人里面，知道大家位置，知道荧光剂洒在红旗身上的，只有马小刚了。别拦着啊！过来帮忙啊！说是那干啥？来，朝这儿来，朝这儿来！今儿你不弄死我，我弄死你！来！后来我撞到了一个人，感觉到了他的围兜和口袋里有开酒器，只可能是马小刚。当时我清楚地听到了有金属掉在地上的声音，可是来电之后，马小刚又站在离我们最远的厨房门口，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。你觉得有可能是马小刚？他是最后一个去过厨房的人，可以控制停电的时间，而且他知道荧光剂。
看看吧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在酒吧厨房微波炉上找到的指纹，和你的相吻合。我问过你们领班经理，当天下午厨房做过大扫除，晚上开火之前已经清场了，所以微波炉上只有你一个人的指纹。我是动过微波炉，前几天因为它弄得屋里断了电，洪老板说今天晚上要谈事情，我担心出问题，所以启动过微波炉，确保不会因为它而断电。你不仅启动了微波炉，而且还是定时启动，为什么？是不是为了给你制造机会杀害红旗创造条件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定时。水果是丽娜切的，那你解释一下，杀死红旗的那把水果刀上怎么会有你的指纹？红旗他死有余辜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他就是一个禽兽，他死有余辜。你滚蛋吧！拿啤酒。我希望你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我去报警。求求你，算了。你怕什么？我的事，你就别管了。洪老板是个大度的人，知道你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这次就给你点教训，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。
不是你的事儿，你就别瞎想。你想想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？想好了，道个歉，去给洪老板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所以你计划在谈合约当晚杀死红旗？当我看到红旗背上的荧光标记，我就突然想到，可以趁着停电杀了他。所以，我就跑到了厨房，设定了定时启动微波炉。马小刚，马小刚，你干嘛呢你？啊？停电时你都做些什么？当时我就在旁边，所以停电之后，我就拿起了桌上的刀，找准了红旗背上的荧光标记，刺了过去。然后我就跑回厨房，准备拔掉电炉的插头。没想到，我还没来得及跑回厨房，洪小明就找到了电闸的开关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你觉得他是杀人凶手吗？他不是一个冲动的人，而且觉得现在的认罪太简单了。从现在的情况看，他也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。我想再去一次现场。好。可以开始了。假设现在停电，你们按照自己所扮角色的口供来行动。好，那我来演红旗。我现在是洪小明。我是丽娜。哎呦，哎，干嘛呀你？你干嘛呀，小你妈？撞着我了。谁撞着你了？不是你撞的我，谁撞的我？啪！滚！我扶起了丽娜，坐到这里。这个时候，我与雷石发生了争执。你这话，我可就不爱听了。不爱听就别听啊。于是我拿起杯子摔碎了，这生意不做了，然后跟他争吵了起来。我是雷石。啊！来，往这来！我现在是老皮啊。这个时候，马小刚端了水果盘和一把水果刀来到他们的周围，将水果刀放在桌边，假意收拾地上的碎玻璃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停电了。马小刚趁这个机会拿起水果刀，打算从红旗的背后扎进去，但是由于争执，他们两个人的位置有了移动。红旗在这准备找手机，手机呢？手机呢？马小刚在审讯室时说漏了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停电之后，马小刚被丽娜撞了一下。哎呀，谁撞我呀？随便来。我要看眼睛。哎呦喂，怎么回事？手中的水果刀被丽娜给撞掉了，现在拉闸。这才是当时的真实情况。可以开灯了。马小刚虽然可以透过荧光标记确定红旗的位置，但是由于意外，他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掉落的水果刀。
马小刚知道，只要红旗找到店长，自己就无法完成拟定的刺杀计划，因此，他快步走向吧台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拔掉电炉的插头，而是为了去拿第2把水果刀。但是才刚到吧台边，洪小明合上了电池。那这把刀是怎么刺进红旗的这个背上的？除了马小刚，现场还有1个人，可以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确定每个人的位置，而且仅仅只用通过声音就能判断出水果刀掉落的地点。忽悠你啊！你那天价的签约费不松口，老皮的忠，这生意不做了，你这么要换什么玩意儿？杜健，你忙活什么呢？哎，你看到我那漫画书了吗？什么书啊？侦探柯南啊，那么多本呢，谁知道你搁哪儿？35集蓝皮那本啊。得了吧。哟，队长今天高兴啊，唱歌都不带跑调的了，什么好事啊？
告诉你们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！刚才苏大队在全局的干部领导会议上，对咱们特别行政小组进行了重点表扬。真的？真的？早就该表扬我们了，我们天天累死累活的，是不是啊？不仅仅是表扬，苏大队还让我代表咱们分局刑警大队去几个兄弟单位做汇报演讲呢。哎呦，这平时不是一队的殊荣吗？这轮也该轮到咱们了啊！哎，赵毅什么的，那大眼珠子是不是还得掉出来了？咱们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，他呀只能服。还有啊，我后天回来，如果这几天没案子的话，我们放假。拜拜。我跟你讲，择日不如撞日。哎，那个，反正就2天的时间，咱们去一个近点的地方，你说？你看哪儿也吃不了，你家吃饭。不是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劲呀？好不容易放2天假，我就想出去玩玩。啊，那随便吧。什么叫随便啊？书去哪儿了？啊，就差1级，凑不齐了。你肯定找不着那集了，你。哎，晚上记得回家吃饭啊。你怎么哭了？你还记得李耿叔叔吗？记得啊，他是我爸的老搭档了，明年应该就退休了吧？李耿叔叔昨天殉职了。阿姨，您今天找我来有事儿啊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想找你随便聊聊。心情不好啊？今天我找你来，是因为子正他爸爸的一位同事前段时间殉职了。这个让我想起了当年他爸是怎么丢下咱们娘俩而去的。我现在就剩子正这一个儿子了。我不想每天与他见面的时候都要不停地提醒自己，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？其实他的爸爸是在工作中累死的。如果子正还干警察，我可以想象得到，他将来的命运不会比他爸好到哪里去。现在，子正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合作。我不想他再干警察了，只要他不干警察，你们2个人才会有幸福。本来他在大学里面学的是犯罪心理，他当时的志愿是要留校任教，现在劝他回学校是最好的选择。当老师也没有当警察那么忙，我也不会每天为他提心吊胆的。这样将来你们就是在一块儿结婚生孩子，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阿姨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但是我劝不了他。为什么？子正当初当警察不是心血来潮，也不是因为对朱文书的内疚，可能以前是，但是现在不是了。我之所以跟他在一起，就是因为这个男人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他也知道他应该怎么去做。如果他因为您能认可我们2个，他就放弃自己的事业，那他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个陆子正了。同样，如果我因为您能认可我们2个，
去让他放弃自己的事业，那我也就不是他爱的那个文语音了。所以您对我们的那些担心，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早就已经考虑到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们会努力的，我们会让您看到我们幸福的。只要他继续当警察，你们就不会有幸福。下半年我要出国了。哦，我听子正跟我说了。这事很急。我要是出国了，子正就没有人照顾。他留在国内干警察，我怎么能够放心呢？您别不放心，您到了那边可得注意身体。你有什么事儿就随时跟我跟子正打电话就行啊。其实我是想要你跟我一起出国，我先走，合适的时候你带着子正一起过来。国外的那个项目是多方合作，会组成一个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团。你过去以后，可以和那些国际上顶尖的律师一起合作。作为一个女人和长辈，我说的话都是为你好，你一定要听进去。阿姨，您让我想想。只要子正出国了，那一切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。行，那我试试。那就拜托了啊！哎，吃啊，好吃，喝呀喝呀，哎，喝着呢。哎，亲家来喝酒。哎，好，亲家，菲菲她爸呢，就这倔脾气，您可千万别介意啊。他这人就这么有口无心的。不介意，哪能介意呢？您放心。菲菲呢，打小就被我们娇生惯养的，有时候啊会耍大小姐的脾气，会给你们添不少的麻烦的。千万别这么说，菲菲可是个好孩子，特别懂事儿，聪明善良。我们都在说啊，这孩子那么有家教，是你们父母培养的好，教育的好。亲家如此宽宏大量，可真是。这真是我们家菲菲的福气呀！千万别这么说，那是我们杜建有福气，对不对，儿子？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菲菲啊！那个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待菲菲，然后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服务员，倒水。没事。喝什么水呀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来喝酒喝酒，亲家喝酒喝啊，酒，吃啊吃，杜建，哎吃，来来。我同意，他们俩结婚。哎呦，这个好事儿子，谢谢叔叔。来，好好的庆贺一下，今儿就是那个。你妈跟我说了出国的事儿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从心里讲，我也希望你去，因为无论是对以后的个人发展，还是家庭幸福，都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。那可是你要是不去，何谈家庭幸福啊？我是说，在我去的前提下。那你同意啦？可如果我去，就意味着要放弃警察职业，心里有一种……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好好考虑考虑。好吧。哎，小心头！别来这套啊！行啊，你小子，真给分局长脸。强将手下无弱兵嘛。少拍马屁！我可不是马。
我也不是屁嘛。快放！头儿，刚才车上说的话可要算数。算数，以后你的地盘你做主，案子的类型也不受限了。不过我想，那么多案子交给你，你能吃得消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要实在不行，再多给2个人呗。人没有，有个屁！头儿，走好。秋晓，是抢劫杀人吗？应该不是，是精心打扮过的。我估计应该是情杀。他的指甲剪得很干净、很整齐，手腕上有老茧。初步判断他是被锐器所伤，刺中动脉之后流血致死。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凶器，他的手上、脸上都有淤伤，应该是死前和凶手搏斗时留下来的。尸体发现的时间是下午5点。江堤上的情侣发现的，现场没有其他人。死亡时间呢？时间大概是下午4点。能确定死者的身份吗？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的随身证件。哦，对了，有一张门禁卡。怎么了？张云是一个生活比较随意、不太注重仪表，而且会经常外出的作家。他在被杀前是精心打扮过的。如果只是为了工作，他没必要精心打扮一番，然后跑到那么偏远的地方。他肯定是去见什么人了。他的化妆品也是最近刚买的，衣服也比较廉价，而且在他的包里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他身份的物品。所以他不仅仅是去见一个人，而且还打算对那个人隐藏身份。这么说来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。这些收据说明他平时经常去高档餐厅、电影院、咖啡厅之类的。你想，一个生活比较邋遢的人，他突然打扮起来了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在谈恋爱。他来过，我有印象。是一个人来的吗？当时好像和一个男人一起过来的，当时2个人看起来蛮亲密的。有一群小朋友在这里过生日，他好像对其中一个小朋友还蛮感兴趣的，问了好多问题，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。跟他一起来的男人，你有印象吗？大概30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瓜子脸。这里好像还有照片，当时留了。这个人，这个还有。
找谁？我找张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钱勇。你跟张云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2个月以前才认识的。那时候，他经常在我的报亭附近，似乎对广场上那些乞讨的小孩特别的感兴趣。就算骗过所有人，怎能躲得过苍天拷问？给生命一次勇敢的牺牲，唤醒心里最初的纯真。就算这世界你总难分，这黑暗终会被战胜，这黑暗终会被战胜。